丹川主，姑要与你成婚，六少主很意外吗？丹川需要新川帮扶，新川需要丹川联姻，这才有了五少主与静儿的孽缘。但如今，静儿不愿意了，那就由姑来完成两川的联姻，不也算圆满吗？婚书已经拟好，若六少主愿意，姑即刻命人将这婚书发往新川。订婚的这道旨意一旦发往新川，父亲定然会舍弃你的。丹川主，恕在下愚笨，实在不明白您这是何用意。真没想到啊，姑第一次与人剖白心意，对方竟然全然不信。但六少主，姑所说的全都是真心的。谢丹川主赏识，但在下已然成婚，这不便背弃妻子。可姑听李姑娘说，你同五少主与静儿一样，是被迫成婚，毫无感情，而且她根本就不喜欢你呀。姑的指令，既能保全和亲，又能让李姑娘与静儿两段孽缘得以善终。哼，这岂非佳话呀？我们虽是奉旨成婚，但我却是真心喜欢李薇。他若不喜欢我，也不勉强。但还请丹川主勿强人所难。我也是刚才知晓六少主的心意。六少主这个人还挺好的，我们俩可以试着相处。我不想就这么和六少主分开，请丹川主高抬贵手。姐姐，莫要拆散他们了。姐姐，你现在把他们分开，六少主跟李薇都不会开心的。现在闹一闹过了，就让我同五少主一起回去吧。原本我就不应该这么任性的跑回来的。静儿，姑知道你记挂两川同盟，可若你不我愿意的，姐姐。五少主人也不坏，虽然长得一般，又蠢又笨，脾气也不好，毛毛躁躁的，不温柔也不体贴，体格也不行，连我都打不过。哎，那个，能快抓到那个歹士了。但是，他算个好人。什么叫算是个好人呢？总之，日子是过得下去的，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。而且，我还挺喜欢新川的，在那边有李薇这些朋友们，所以姐姐，别为难他们了。姑明白了。五少主，姑的妹妹从前是很爱笑的，可不知怎的，去了一趟你们新川，姑就再也没见她高兴过了。若五少主是能让静儿开怀大笑之人，那姑就准许你带静儿回去。开怀大笑，开怀大笑还得。哎，说这怎么样才能让上官静高兴呢？嗯，是不是他们不是还没签够吗？你们俩啊？
我虽然这么说，但我知道，不用解释了。六少主是不想当赘婿，所以才说喜欢我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自作多情的。你怎么了？你胃疼啊？也没让你吃辣的呀。呀，老六啊，一向是不动声色的，不过你也真行，真能把他气到胃疼啊！还是我来吧。哎，你来。哎呀，疼不疼啊？哥给你护护啊！你别碰！这真的假的呀？你是不是就故意要引起我的注意啊？啊？你误啊！陆少主，你这是一宿没睡啊？哎，你就算把自己给熬没了，也无济于事。你说说这怎么才能让上官静笑呢？他天生就是个臭脸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陆少主可别这么说他，他在内院书堂挺爱烧的。不是，哎，陆少主去哪儿啊？单川那么多会哄老婆男人，我取经。哎，我跟你一起。稳住！哎呀，滕师傅，哎呀，你这个样子学个什么？给我抬起来，先挺起来。这就是你想的法子，学变脸。五少主说静静喜欢变脸，投其所好。你这学得会吗？他都说了，学不会就吃2碗辣椒面。这么大的决心，应该这个样子学个什么？站住！师傅本来就笨，越打越笨了。站住！哎，来呀！打死人不是这学不了，这学不了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五少主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，打死人了，不行，这是打死人了。我跟你说，咱得回去。你看这给我手打的，这学不了这东西。师傅，你可不能打我就是，你这人怎么？哎，你怎么？你什么玩意儿？吴少主，哎，吴少主，你再坚持啊！没有啊，没学会咱回不了新传的。吴少主，你别你，其实我是很能理解静静不愿意跟我们回去的，毕竟金川总是没有单纯自在。我在济川总统里曾玩这个，我可厉害了，从来没输过。你很想家吗？当然了。那等我们约定到期，你回去有什么打算？可能会嫁人，像我爹娘一样过日子。那个人会做好多好吃的。遇到困难呢，我们会互帮互助，互相商量，永远不会丢下对方。希望那是一个我喜欢也喜欢我的人。
郡主，您快来吧。对呀，我跟您说，武少主为您学了真的好久，师傅打了他多少顿，他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，可辛苦了。您就看看吧，就一眼就一眼。是啊，来，坐。对，都说了我不想来了。哎呀，郡主，武少主可是拼尽全力想要求得您原谅，您就给他个机会吧。啊，看看。他人呢？前些日子天天往人跟前凑，不想看都不行。接连消失好几天，把人叫过来又在这晾着，我不等。哎，这个，哎，开始了，来了。原来武少主是想给您表演变脸呀！变了吗？变了，表情变了，对吧？表情变了，表情多丰富。算了，我不看了，我去更衣了。郡主，这怎么变了？真变了！你看，哎，上官姐，上官，对不起，上官，我学了好久，我本来想逗你开心的，结果我还是失败了。你看，不是，你既然来都来了，你就听我说几句话，好吧？就几句话。有话快说。我是想跟你道个歉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提出那样的要求。其实那天我给你做那个辣味的乐团，我不单单是想让你开心，提出那个非分之想，我是想着中秋了嘛，你在新川度日如年，我不是不知道，我就怕你想家，所以我就特意做了那个口味，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。我之前说的话，你都记着呢。啊？什么话呀？哎，上官，我记着，我都记着呢。不是，你说太多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无辣不欢，人在枪在，练功时不许有人靠近。那鸡丁切太大不好炒，炒菜不许放糖。你叫上官静，不叫上官倩。还有喜欢看变脸，你哪一句嘛？你笑了，哎，你终于笑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你终于笑了，好，哎呀，他笑了，哎呀，他笑了，哎呀，上官，其实你知道不知道，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，老刘啊，老刘。诚如静儿所言，他有自己的责任，也有自己的决断。上官，我知道，你说跟我回去，无非就是为了帮李薇还有老刘解围，当然也是为了单川嘛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甭管什么九川合盟，我知道你想要自由，想仗剑天涯，我支持你。我放跑一个人，这我还是可以做到的。哎呀，虽然说父亲吧有可能会惩罚我，但没事儿啊，我能挺。你要是真的想走，就走。没关系啊。我不是不重义气的人。我说了跟你回去，肯定会跟你回去的。真的？啊，行，好，那我在这儿我先谢谢你了啊。二位少主，此番来我丹川的任务圆满结束了。今日姑特地设了饯行宴。为各位送行，多谢川主。
在下近几日走访丹川，查看水文，总结了防洪8策，希望对丹川有所帮助。以本地渔民为观测主力，以民访汛，确系妙方。治洪不若防洪，丹川如有所需，新川义不容辞。姑果然没有看错六少主啊！开宴吧。缺这个。吴少主啊，虽然舍妹愿与你回新川，但姑仍希望吴少主不要忘了自己立下的字据。与舍妹合婚期间，胆敢纳妾，姑一定让你断子绝孙，此后不能人道。丹川主，您放心吧，这武少主要是对静静不好，就让他回丹川来当赘婿。那就要看武少主的表现了。好好表现，一定好好表现。各位一路平安。给点劲儿，我那就太劲儿，太劲儿，太劲儿，对，太跳，对，这边顺着这边，来跳，对，来两边先睡，往睡点，再睡一点，走，1、2，走，松子好，小心！哎呦，有劳各位，你们都先回吧，少主今晚我照顾。昨晚有凑份呢，这点小事就不劳烦您了吧？啊，对，也对，扶我一把，走。哎，上官，这明儿咱就回去了，不行，今天晚上咱俩就将就一下呗。你睡桌子。哎呀，不是上官，我睡地上行不行啊？桌子小啊，翻身容易掉啊，不好翻身。上官。怎么起来了？快躺下。一杯酒哎，就一杯，醉成这个样子了，还非得逞能，完全喝不了酒，还硬着头皮喝。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没有啊。奉旨成婚，完全没有感情，根本就不喜欢我。这都是你自己跟丹川主说。哦，这不是一开始吗？我们一开始确实是被迫成婚的呀。那现在呢？你自己说的，让我这几日安分一些，等你开府，就把我送回家。你就是我东家，我就是你伙计，哪有伙计喜欢东家的呀？你还是讨厌我？我从来都不讨厌你。不讨厌的话，可否有那么一点点喜欢？我不太清楚。
怎么样，休息的如何？你昨晚喝多了。不记得了？记得呀。记得。是我这人确实酒量不行，但酒品还可以。昨天晚上五哥和苏珊把我抬回来之后，真睡着了。没了。没了呀，还能有什么？哎，好了，我洗漱了，你出去。你洗你的，不妨碍。你妨碍到我了，跟我出去。哎，不是，怎么了？我干什么呀？到底亲没亲我呀？难道真是我在做梦？他肯定亲了。我觉得是你在做梦。怎么可能是做梦？细节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的，不可能是做梦。你也喝酒了吧？你怎么肯定？他就是亲了。他肯定没亲。他亲了。他没有。就是亲了。肯定没有。就是亲了。不可能亲。啊！他明明就是亲我了，他说我没证据呀。静静，问你个事情啊。算了，不问了。你问。我有个妹妹，她有一个很尊重的东家，但是她最近发现那个东家看她的眼神有一点迷三道的。最重要的是她梦到那个东家对她不轨。啊，你梦到尹正对你不轨啊？我妹妹不是我。行，那你妹妹如果只是做梦的话，也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但好像又不是梦。尹正真的对你不轨啊？不是我，是我妹妹。我们先忘记妹妹，不能忘记妹妹。好，那我问啊，你妹妹是不是不愿意？如果你妹妹不愿意，那个人还强行不轨，那我就替你好教训教训。放下放下，别激动了。最可怕的是，她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愿意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请你妹妹好好想清楚，她对这个东家是什么感情呢？回新川之后，我要怎么面对他呀？金川为九川之尊，顾全九川事体，所费颇巨，故向天下财帛汇聚地金川举债。前度了结丹川水害一事，虽为天下计，却至新川库银暂空，又恰逢金川催还借款，新川陷于两难。诸爱卿有何见解啊？金川如今要我川归还欠款，那便是有意为难。我们绝不能屈服，他们如此步步紧逼，那就打！司军大人好大的口气！主上辛苦维系的太平盛世，竟被你一句话就泯灭了。哦，四少主的意思是要归还欠款吗？顾正司已经把钱给了丹川修路，总不能要回来吧？金川明知道丹川出事，他们自私自利，不施以援手也就罢了。在这个节骨眼还逼我川还款，哼，如此恶意为之，难道不应该还以颜色吗？
司军大人慎言。我川答应金川的还款日确实要到了，就算金川有恶意，但传出去也最多是不顾情面。我川何来理由发兵啊？没错，我川治理天下以礼义服众，绝非仗势欺人。对，哪个川有难，新川必然相帮，库银周转，义不容辞。可金川那贪婪的主啊，把老金库看得死紧，又从不帮扶他川，受新川恩惠的时候，倒是会抢第一。如此尚不整治，哼！诸位，我倒想听听各位有什么高见？难道还有哪个司有本事把钱划回来不成？我川一向重信，既然已经答应了金川，哪怕只是归还一部分，也应该尽力。李张主，主上，依儿臣愚见，要短期内筹措银钱，为急征赋税意图，但又恐累及百姓，儿臣不敢决断，还请主上给予10日，儿臣定然想出法子，为主上分忧。准了。退朝。退朝。恭送主上。要在短期内应付金川，又不能向百姓伸手，这办法可不好想啊。老三，啊，你与金川主有亲，又素来在外行商，可有什么法子呀？我那点产业还不够人金川塞牙缝呢。再说这什么亲戚都出府了，人金川主记不记得还不一定呢。那个我夫人在家等我，我先行一步啊。二哥，死弟。这可墙头草。若此次金川不是来与我们为难，是来结交的，他恐怕早就冲出去跟人家攀亲戚了。他呀，是觉得这个事情棘手，不想沾边罢了。二哥，我收到消息，老六已经解决了丹川的事儿，咱们得尽快想出对策，否则我怕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一个庶出的、还没有受到重用的野小子，也配做我的对手？他当然不配。可是他近来一直在父亲面前刻意表现自己，不知安的什么心，咱总得提防他冒头啊。到喽！哎呀，我客气啊！来，上官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老六啊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意思嘛。哎，上官，等等我呀！滚！六少主，戴先生有请。先生匆忙寻我，可有急事？金川主催缴借贷，然而税银都拨给了丹川正红，眼下库房空虚，暂时无力偿还。可若不偿还金川债务，恐有损我川信誉。主上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我猜度，主上是不想给名声加负啊。百姓不义，自然不能再盘算他们的钱了。我记得先生曾经说过，新主时期曾有一笔坏账。这外援来到都城，包括地方宴请，都是从护政司拿钱，却从未还过。但那都是一些陈年烂账，几朝下来
也无人成功的索回钱银啊。你是想试试？但此事必须要呈报给主上。要想呈报，就得想好万全的法子。先生放心。把兵器放在我房间。哎，不是上官，听我说，哎，你慢一点，等一下，我想了想啊，我觉得你房间都放满了，不行啊，你这些东西你放我书房吧。你愿意把书房让给我？你看你说的，我当然愿意了，我的就是你的。再说了，这房间我平时我也不用，你就放里呗。放书房。哎，对，来，这边。怎么样？这就是我设计的，像不像是孔雀开屏？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，除了要好看，它一定要实用。你说你以后再想拿兵器，你不用在箱子里找来找去，你在这儿一目了然呐。回来就不大正常。侧夫人，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去用午膳吧。吃饭啊？我不能跟他在一张桌上吃饭，我不吃了。那怎么行呢？少主第一天回宫就去忙了，好不容易趁着午膳时间，您可以跟他碰面，您得去。突然肚子疼，去不了了。肚子疼您得去，您快起来吧。我真的不想去，我真是不想去，我不去。侧夫人，少主请您过去一趟。下个月宫里回升是非，得小心一些。如果有请托的人找到你，最好不要见，礼更不能收。少主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呀？不然呢？少主是为了处理护政司的事儿，怕有小人钻空子，所以想防患于未然。下个月要跟不少人要债呢。从丹川回来，你好像一直躲着我。熊吗？李薇啊，我若是做了什么让你不痛快的，请直接告诉我。没有。少主想多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给六少主、六侧夫人请安。何夫人打发小人来瞧瞧，宋姑娘可是身体有恙，为何多日未去静和殿问安？
青丝终成华发。郑哥哥离开我的时候还是夏天，现如今都已是秋天了。9文钱，我的。这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呀！宋姑娘，宋姑娘，少主回来了，命我把您放出来。1个月了，郑哥哥终于想起我了。他心里总归还是记挂我的。我要去见他。哎，稳住些！现在侧夫人正在被少主用膳，你去了多尴尬呀！老苏，你就去了一趟丹川，你就被那个女人收买了？也不是，就是我觉得侧夫人人真挺好的。你们太欺负人了！少主累了。你来。你这个字写的比我倒要好些。妾本身就是少主的人，偶得少主半分神韵，也是妾侥幸得知，少主的书道连主上都赞不绝口，只要放松，就会写得极好的。少主忧思，是因为金川的事吗？你一个女人家，竟也知道外头的事儿。妾只是听旁人说起，怕少主忧思，这才想给少主解忧。也没有怪你，也只是警醒你。以前方如就喜欢插手外头的事儿，锋芒太露，不知进退，全部匹配嫡长主夫人之位。妾知道了。妾以后所思所想所说，都会在少主准许的范围之内的。其实让你知道也没什么，我已经有主意了。你知道金川最缺什么吗？金川和新川一样，都没有炭矿，只能依附于代川。方如的父亲是代川最有名的矿主，只要他答允输送石炭给金川，就能抵了新川的欠款。少主是想用夫人母家的财产吗？夫人和赵家是不会同意的。他连人都是我的，他母家那点东西算得了什么？只要他们赵家继续想和我们新川做炭矿的生意，就不会多说什么。这多是心里不舒服，我就让老四去游说，他惯会做安抚人情的。少主英明，明日早朝，少主应尽早向主上禀报此事，
主上若知晓少主为此事彻夜难眠，一定会十分高兴的。是的呀，只要我务正静心，父亲就不会听那些庶子说什么高见了。你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。我没事儿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东家相处。你又得罪六少主了？不是，是六少主对他图谋不轨。嗯？不行不行，既然他都忘了，我也要忘了才行。主上，归还金川欠款一事，儿臣已有对策。金川矿产匮乏，儿臣夫人的母家占据代川半数矿山，此前也只与我川互市，儿臣可以做主，让他们为金川提供石炭，以此商谈暂缓归还欠银。新川与金川之间的事，还是不要牵扯代川了吧。新川是代川最大的买主，却能以势压人。但本川从未做过这样的事，不然就妄称九川之主了。主上，儿臣以为……好了，嫡长主彻夜忧思，很不容易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欠银的事，大家就都回去好好想想。退朝。退朝。恭送主上。二哥。主上，少主们还未下玄呢。主上心烦的时候，便爱与何夫人说说话。眼下要不要？罢了。今日戴迪讲的是什么课呀？小人不知，主上可要进去看看。他授业解惑，一向结合当下。去看看吧。请落辇。石少主关于欠银的这则文章，下官上次已经说过，有些欠妥。如今可有什么新的想法？我没啥想法，要你们的酒羹啊？我更没有，不如问问七哥。六少主可有什么想法呀？哎，戴先生，他们都问了，怎么不问我呢？行啊，那我们来听听五少主的想法啊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没什么想法。哎呀，六少主，你说。学生捉见新川法度有债必偿，若实在无力偿还，可分批次付还。
但无论他川态度如何，我川都不应在债务上拒还。外债无法及时收回，或可在内债中筹谋。这终究要是以九川为先，以和为贵方式大川风范。好啊，想法不错，尚需完善。主上，6少主的想法和主上如出一辙呀。课后让老六单独来见顾。是。若按你所说，将护政司多年的烂账给清了，能还上几成欠款？3成有余。但是从护政司支款者，都是些老江湖。是。毕竟你还年轻，对付不了他们。此事，应请教你嫡长兄。谢父亲警醒，儿臣不会自以为是，定会请有经验的兄长从旁协助。好。此事若成啊，便由你去京川归还欠款，说服京川主接受头款，再分批归还。不过此事不宜打草惊蛇，勿让其他川的人知道个中曲折。明白。儿臣还有个建议。这除了讨回外债，我认为宫内也需节制用度，以身作则，以少主婚宴为先。传姑的旨意，新川宫上下皆做表率，从明日起，都不得增添用度。对了，尤其要跟老三言明，素日最铺张浪费的就是他。是。父亲下令节省开支，尤其对我委以重任，嘱咐我千万不要铺张浪费。我虽然在宫外有很多钱，可我却要坚决杜绝奢靡之风，绝对不能输给其他兄弟。冠冕堂皇，明明是新川主不允许他把外头的钱带进来，死要面子活受罪呀！你们身为我的内院夫人，一定要严守规章，认真履行侍奉我的职责。让我放心，就是让新川宽心，让天下安心。我怎么感觉他要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了？从此刻开始，你们的月钱没了。我的母亲是金川人，我也就是半个金川人，所以我更应该拿出金川人永争上游的气势。其他兄弟省1文钱，我就要省10文。从今日起，我要将每个月的月钱都交给内务厅，我们以后每月只花50两银子。怎么还没劈死他？画好了吗？妾回来迟了，今天下学之后耽搁了一会儿。回来晚了就别吃了。今日主上将归还金川欠款的任务交给了老六。是谁跟我说，主上定会满意我的法子？妾不敢妄议朝政，是少主说夫人的母家可以帮着把金川。还敢顶嘴了是不是？妾不敢。我说过，在这个府上，所有人都要以我为主。主子说的对是对，错也是对。你们要想在这府上还有一席之地，就都给我记清楚了。此事和我母家有何关系啊？也没什么，本来就是想用你母家的矿，平了欠金川的欠款。后来主上
不想让戴川卷入其中，也就算了。可是，少主，这么大的事儿，难道你不觉得需要和我分说明白吗？这有什么可说的？这事情又没成，跟你说什么？你呀，管好府上的事吧。主上有令，要削减开支。郝家，你今晚就不必用膳了。饿上一饿，你就知道是谁给你饭吃，也会更恭顺些。倒酒。今日起，内院书堂也要削减开支，筵席插花便合用一份。先将自己心中花的样子画下来吧。我好饿呀！我也饿了。你没吃早饭吗？我也没有吃。怎么了？你家伙食也不行了？还不都是削减开支闹的？现在各家小院儿都是自己开灶。赵芳如是代川人，喜欢吃的东西又臭又辣的。我那个房间里一大早上起来，又是臭豆腐又是螺蛳粉，那味儿就跟茅房似的。螺蛳粉、臭豆腐，我没吃过哎。你想吃？你想吃的话，那我去给你弄来。谢谢郝家姐姐。从赵芳如那儿偷的，赶紧吃吧。郝家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果然臭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。多吃点儿。谢谢。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这么臭的东西？上次你跟我说，除了螺蛳粉以外，还有什么东西好吃来着？臭豆腐。哦，臭豆腐，那我也想吃。下次给你带。夫人，你闻，味道就是从这个方向飘过来的。快点吃，别烫着。小蹄子，竟然敢偷我的东西！走。伙食不错吧？还行。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郝江，你胆子不小啊，竟然敢觊觎我的东西！夫人，对不起。少夫人，是我贪吃，我让郝家去偷的，我逼他的，不关他的事儿。不，确实是我偷拿的，您不要怪罪李薇，要罚就罚我吧。哼，少跟我在这儿演姐妹情深了，我不吃这套。怎么？你竟然还敢在我面前站着，还不赶紧给我吃完了？一不留神就……你当真爱吃？爱吃。听闻夫人是代川的，家中有许多代川的特色，又听说这螺蛳粉闻着臭，这可香了，我心生歹念，就……对不起，夫人。鲜少有人会欣赏这等佳品。就你，也配吃我爱吃的东西？行吧，我看这次姑且就饶了你们。先起来吧。不过如果下次再犯的话，可就家规处置了。走吧。
鸡腿儿，如假包换，还有更惊喜的，你看。上官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吃啊，吃完你就正常练武，再也不用闭口挨饿了。这有我呢啊！这从哪儿来的？这都不重要，就当点东西。你尝这个鸡腿，这鸡腿特别香，你尝一口。干嘛去？干嘛去？你尝尝鸡腿，我都没舍得吃。你先吃一口，你尝尝，可好吃了，香。鸡腿凉了。哎呀，哎。你怎么把你的文房四宝、书卷字画全都给当了？就算月银钱少了，那也不至于吃不起饭啊！不是，你这些东西平时我也不怎么用啊，你放着都落灰了，拿着换点钱嘛，不然你吃啥呢？对不对？尝尝可好吃了，老香了，你尝一下。啊！哎，干嘛去？哎呀，凉了，你这，我宝贝呢？宝贝？哎呀呀！你把我宝贝也给我当了！我这不是怕你饿着吗？算了，这样我回头想个办法，我给他赎回来，我赎回来好不好？别啊！赎你个头！侧夫人竟还有这样厉害的医院？是啊，这种菜真是刻在继承人骨子里的吧？李薇，你的狗跑到我院子里偷吃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管好它。一句对不起就没了。那你想要怎么样嘛？你的伙食费，分我一半。一半？那不行，我都没多少，我还得养它呢。要不这菜种出来，我分你一半。你这菜都是菜苗，等到能吃，金川的钱都还上了吧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芽苗菜长出只需要7日，破茎长出也就几日，还有那个小白菜长出也就念日，多施肥它会长得更快。7成，成交。侧夫人，你怎生这般让着他呀？哎呀，我哄他的。这少吵一架是一架嘛。况且她一个城里的小姑娘，哪知道这菜地里能种出多少来？我给她3成还是7成，她都不知道。哦，我聪明吗？哈。大夫，郑哥哥，我跟你说，少主，我弄了个菜地，这可是违背宫里规制的呀。这菜地若是被发现了，我们全都得跟着遭殃。你都拿我东西了，怎么还打小报告呢？我可没有跟你同流合污啊！此事是我准许的，若内务厅觉得不合适，让他们来找我吧。张哥哥，你怎么这么纵他？这也并非坏事，还可以改善生活呢。尹正，你偏心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2个人就是合起伙来欺负人。你们去丹川的时候吃香喝辣游山玩水，把我一个人关在小黑屋里面关禁闭。宋母，别跟着我，不然我再也不回来了。小孩子耍脾气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那我一会儿再过去看看他吧。你不躲着我了？我忘了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不生我气就好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没有。少主还在为要账的事情发愁。是啊，这要债可是个得罪人的事儿。我们家以前
问别人借过钱，也借钱给别人过。有些人呢，就是脸皮厚，不肯还钱，特别是那些陈年旧账，要起来就更加困难了。除非你比别人更无耻、更狠心、更懂水墨功夫，这才有可能要到。你的意思是，对方赖账，你就要比他更无赖？面子厚不读书，兴起是来变相式讨债的，这倒也有人选。三少主，但请动他可不一样，得把他逼到头才行。可否请你帮我个忙？我来，吃饭吧。给你们个惊喜呀！哪来这么多好吃的？我们这少主宫院厨房里要的吃的，姐妹们，你们受苦了。等一下，什么出发？最近节省开支，宫里给定的分例都是有数的呀！你们这样的话，这把这个月的余粮都拿光了呀！拿光就拿光呗，姐妹们难得进宫，不得多吃点啊？就是，姐妹们吃得开心才是正经事儿。为了我们的团聚，我再让厨房烤一只羊给大家壮壮兴。不只是羊啊，我们把能烤的都给它烤了。那我们再看五虎酒。少主，这怕是把厨房的肉都给搬空了呀！你把月银上交了，宫外的钱又带不进来，这样下去，怕是连3天都熬不过了。哎，少主，哎，你挺住，这样下去不行。当务之急，先把金川前人事给解决了。对，一定要解决。对。哎，少主，哎，少主，哎，少主，停住，停住。